第9章，梅格参观名利场。孩子们偏偏在这时候得了麻疹，真是幸运。梅格在4月的一天说道。她当时在自己的卧室里准备行装，姐妹们围在她身边。安妮·莫法特没有忘记她的承诺，这太好了。能有15天的时间尽情玩乐，真是太棒了。乔评论道，她那长长的胳膊每次叠裙子时都像风车一样挥舞。天气也这么好，真开心。贝斯补充道，他正把领饰和发带分门别类的放进他最好的盒子里，那是他特意借给姐姐这次场合用的。我真想跟你一起去，好好玩一场，再穿上这些漂亮衣服。艾米说，嘴里含着不少大头针，正把它们别出心裁地插在姐姐的针垫上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去，但既然不可能，我保证回来后把一切都告诉你们。你们这么好心借东西给我，又帮我准备，这是我至少能做的了。梅格说着，看了一眼他的行李，虽然简单，但在他眼里几乎完美。妈妈，从那个珍宝箱里给了你什么？艾米问道。马奇太太打开那个雪松木衣箱时，她不在场。那箱子里装满了代表着昔日辉煌的旧物件。每当她想送女儿们一些特别的东西时，就会打开它。一双丝袜，这把漂亮的雕花扇子，还有一条非常美丽的蓝色腰带。我本想穿那件紫色连衣裙的，但是来不及改了，所以还是穿我那条旧的塔拉坦纱裙吧。你穿我的新细棉布裙子配上那条腰带，一定会很好看。要是我的珊瑚手镯没坏就好了。我一定会借给你的，乔说道。他喜欢把自己东西送人或借给别人，只是他太不爱惜东西了，所以他的东西几乎都派不上用场。珍宝箱里有一条旧珍珠项链，但是妈妈认为鲜花才是年轻姑娘最合适的装饰品。老李答应过，我想要多少他都会送我。梅格解释道。好吧，我们看看。这是新的灰色连衣裙。贝斯，你能帮我把帽子上的羽毛梳理一下吗？我还带了那套复绸套装，平时星期天和非正式聚会穿，不过春天穿太热了，是不是？要是有那件紫色丝绸连衣裙就好了。别担心，你不是有塔拉坦纱裙可以参加正式聚会吗？穿上白色的，你就像个天使一样。艾米肯定地说，被这么多漂亮衣服包围着，她心里乐开了花。是的，但是那条裙子领口不高，裙摆也不够大。也只能将就了。蓝色那条裙子我们把裙边往上改了些，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。我的丝绸外套不是时下流行的款式，帽子跟萨利的也完全没法比，更别提那把阳伞了，真让人失望。我让妈妈给我买一把黑伞面白色手柄的，但是她忘了，给我带了这把绿色的，配了个难看的黄色手柄，倒也不算差，结实又干净。但是安妮有一把漂亮的丝绸伞，伞尖是金的，在她旁边撑开我的伞，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梅格叹了口气，不悦地看着那把小阳伞。换掉它，乔建议道。那太傻了，而且可能会伤了妈妈的心。她费了那么多心思才弄到这些，我宁愿不去想它。这不过是我自己的看法罢了。想想丝袜和我戴的那2双漂亮手套，我就开心多了。你肯把你的手套借给我，真是太好了，乔。我有一双新的，还有一双旧的，但很干净，感觉自己又富有又时髦。为了给自己打气，梅格又看了一眼手套盒。安妮·莫法特的晚会用小阳伞上都装饰着粉色或蓝色的蝴蝶结，你能在我的伞上也缝一个吗？他问贝斯。贝斯正端着一堆刚洗好的白色细棉布走过来，
那是汉娜刚交给他的。别凤，一顶装饰过多的晚会，用小阳伞，跟你这样朴素又没有蕾丝的连衣裙不相配。穷人家的女孩子不应该打扮得太花哨。乔肯定地说。我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福气穿上带蕾丝的连衣裙，戴上系着缎带的帽子。梅格不耐烦地说。你前几天还说，只要能去安妮·莫法特家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贝斯用他一贯平静的语气提醒他。你说的对。好吧，我很开心，我不会再抱怨了。看来人真是越拥有就越想要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所有东西都准备好，收好了，就剩下那件礼服裙，我要留着让妈妈帮我弄。梅格说道，情绪高涨了一些，看着半空的箱子和那件白色塔拉坦纱裙，那件被她熨烫和缝补了无数次，并被她郑重其事地称为礼服裙的裙子。第二天天气晴朗，梅格兴高采烈地出发了，去体验为期2周的新奇与欢乐。马奇太太曾犹豫要不要让她去，因为她担心玛格丽特回家后会更加不满家里的境况。然而，这姑娘坚持了很久，萨莉也答应会好好照顾她。况且，工作了整个冬天，她也理应享受一下。于是，母亲让步了。梅格准备亲身体验一下富裕生活的滋味。莫法特家非常富有。一开始，朴实的梅格被房子的华丽和主人的优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但是他们非常友善，尽管生活浮华，却懂得如何让客人感到自在。梅格觉得他们既不算特别有文化，也不算太聪明，不知怎的。他暗自思忖，尽管他们家财万贯，也掩盖不了他们本质上是很普通的人。当然，享受奢华，坐着漂亮的马车，每天穿着最好的衣服，除了玩乐什么都不做，确实是一种乐趣。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。他很快就模仿起主人的言谈举止，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，说话时夹杂着法语，把头发烫卷，束紧腰身，而且张口闭口都是时尚。他越是看到安妮·莫法特那些漂亮东西，就越是羡慕她，越是渴望变得富有。他觉得自己的家简陋而沉闷，自己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辛苦。尽管他有新手套和丝袜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像个贫穷不幸的女孩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太多时间自怨自艾，因为3个朋友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玩乐中。他们整天出门购物、散步、骑马和拜访朋友。他们去看戏剧和歌剧，还在家里举办派对。因为安妮有很多朋友，她喜欢招待他们。她的姐姐们都是非常优雅的女士，其中一位已经订婚了，这在梅格看来非常浪漫和有趣。莫法特先生是一位胖乎乎、乐呵呵的老绅士，他认识梅格的父亲。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同样胖乎乎、乐呵呵的女士，像他女儿一样喜欢上了梅格。每个人都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以至于黛西，他们开始这样称呼他，几乎要乐昏了头。在一次非正式派对的晚上，梅格发现她的复绸套装完全不合时宜，因为其他年轻女孩都穿着更轻便的衣服，而且打扮得很漂亮。于是，她只好找出那件塔拉坦纱裙，跟萨莉那件闪闪发光的连衣裙比起来，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旧、更普通、更寒酸。梅格注意到其他人看着她的装束，然后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她脸红了。尽管她性情温和，但自尊心很强。没有人对此发表评论，但是萨莉主动提出要帮她梳头，安妮要帮她系腰带，而已订婚的姐姐贝尔则称赞她手臂洁白。然而，梅格觉得他们之所以如此照顾她，是因为可怜她穷。她独自站在一旁，伤心地看着其他人欢笑、聊天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。当一个仆人给他们送来一盒鲜花时，他的不安和苦涩达到了顶点。安妮没等任何人开口，就打开了盒子，随即传来一片赞叹声，惊叹于里面玫瑰、石楠花和蕨叶的美丽。一定是给贝尔的，乔治总是送他花，不过这些花真是太漂亮了。安妮叹了口气说：“是给玛琪小姐的。”仆人澄清道：“这是附带的卡片。”他补充说：“把卡片递给梅格。”真有意思，会是谁送的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你有个心上人。女孩们又惊又奇，围着梅格叽叽喳喳地说：“卡片是我妈妈写的，花是老李送的。”梅格简单的解释道，很高兴她的邻居还记得她。哦，安妮带着玩味的表情说道，而梅格则把卡片放进口袋，像一道护身符，抵御着嫉妒、虚荣和骄傲。母亲那寥寥数语，却充满爱意的话语，让她振作起来。鲜花的美丽也让她心情好转。她重新开心起来，或者说几乎开心了，便分出一些蕨叶和玫瑰，用剩下的花做了些精致的小花束，送给朋友们装饰领口、头发或裙子。安妮的姐姐克拉拉说，她是她见过的最可爱的姑娘，每个人都对她的小小心意感到高兴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个友善的举动结束了她的沮丧。当其他人去让莫法特太太称赞时，梅格在镜子里看到一双闪闪发光的笑眼。她用蕨叶装饰着自己卷曲的头发，又在连衣裙上别上玫瑰花。那件衣服在她看来也不再那么寒酸了。那天晚上，她玩得很开心，因为她想跳多少舞就跳多少。每个人都对她很友善。她还得到了3个赞美。安妮让她唱歌，有人评论说她的嗓音很好听。林肯市长问那个眼睛漂亮的健康女孩是谁，莫法特先生则坚持要和她跳舞，因为他是那个地才基金。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，他动起来很优雅，好像脚下有弹簧似的。所以他玩得很愉快。直到无意中听到一段让他非常不安的对话。他当时正坐在暖房里，等着他的舞伴。他去给他拿冰淇淋了。这时，他听到花丛的另一边有人问：“他多大了？”“我看有16、17岁吧。”另一个声音回答。对那些女孩来说，这可真是个好机会，你不觉得吗？萨莉说。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而且那个老头很喜欢他们。我想玛琪太太对此会有安排，而且她很会盘算，尽管现在还早。很明显，那姑娘自己根本没想过这方面的事。莫法特太太说，她对她母亲写的卡片撒了谎，好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似的，而且看到花的时候脸红了。可怜的孩子。如果她穿得更漂亮些，会很美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星期4借给她一件连衣裙参加派对，她会生气吗？第3个声音问道。她很骄傲，但我认为她不会介意的，因为那件过时的塔拉坦纱裙是她唯一的一件，今晚可能会被撕破一点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有借口给她一件更合适的了。我们看看情况再说。我会邀请那个劳伦斯，算是给他个面子，这样我们也能找点乐子。就在这时，梅格的舞伴出现了，他发现她脸颊通红，而且相当不安。这个年轻姑娘凭着她的骄傲掩饰了那番谈话在她心中引起的羞愧、愤怒和厌恶。因为无论她多么天真和信任别人，他都完全理解了朋友们闲言碎语的含义。他试图忘记这件事，但却做不到，因为我想玛琪太太对此会有安排。
他对他母亲写的卡片、撒了谎和过时的塔拉坦纱裙这些话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，以至于他想哭，想跑回家倾诉他的烦恼并寻求建议。既然那是不可能的，他选择了假装快乐，而且由于他非常激动，装得非常好，以至于没有人怀疑他费了多大劲。他很高兴派对结束了，终于可以上床睡觉，思考到头痛、生气，并用眼泪来冷却他发烫的脸颊。那些话虽然荒谬，但出于好意，却向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并打破了他先前所居住的那个世界的平静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他一直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着。他与老李的友谊，因为他无意中听到的那些愚蠢的猜测而蒙上了阴影。他对母亲的信任，因为莫法特太太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他一样，而有些动摇。而他明智的决定满足于一个穷人家女儿所能负担的简单衣着，也因为一些年轻人不必要的怜悯而失去了力量。那些年轻人认为一件过时的连衣裙是一个人可能遭受的最大不幸。那天晚上，可怜的梅格一点也没睡好。当他起床时，心情非常沮丧，眼睛也肿了。他对朋友们感到恼火，也为自己没有坦率地把事情说清楚而感到羞愧。那天早上，大家都昏昏欲睡，直到中午，姑娘们才打起精神，拿出他们的针线活。梅格立刻注意到一些让他感到奇怪的事情。他的朋友们对他更加客气了，他想，他们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，并且用一种带着好奇的眼神看着他。他们的态度让他既惊讶又受宠若惊，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直到贝尔小姐，她正在写字，从纸上抬起头来，用感伤的语气说：“黛西，亲爱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朋友劳伦斯先生发了星期四派对的请柬。我们想认识他，也算是为你做点什么。”梅格脸红了，但是出于一种想捉弄那些女孩的恶意愿望，她害羞地说：“你们太好了，但是我想他不会来的。”“为什么不呢，亲爱的？”贝尔问道。“他太老了。”“亲爱的孩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多大年纪了？”克拉拉小姐问道。“我想差不多70岁了吧。”梅格回答，眼睛紧盯着他正在缝的针脚，以掩饰内心的喜悦。“你真调皮。”“我们当然是指年轻的劳伦斯先生。”贝尔小姐笑着说。“没有那样一个人。据我所知，家里只有老李。他还是个孩子呢。”梅格也笑了，因为当他描述他所谓的心上人时，看到了姐妹们诧异的目光。“他一定和你差不多大。”“难说。更像我姐姐乔那么大吧。我8月份才满17岁呢。”梅格摇着头说。“他给你送花，真是太好了，你不觉得吗？”安妮装作很懂的样子说。“是的，他经常给我们所有人送花。他的花园总是开满鲜花，而且他知道我们很喜欢。我的母亲和老劳伦斯先生是朋友，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是很自然的。”梅格希望他们不要再说什么了。很明显，黛西还没准备好。克拉拉小姐对贝尔使了个眼色说。她对这种情况有一种田园诗般天真的看法。贝尔耸了耸肩回答：“我要出去给孩子们买些东西。年轻的女士们，你们需要什么吗？”莫法特太太问道。她像一头大象一样，裹着丝绸和蕾丝，脚步沉重地走进房间。“不用了，谢谢您，夫人。”萨利回答说。“我带了一件新的粉色丝绸连衣裙参加星期四的派对。我什么都不需要。”“我也不。”梅格突然停住了，
因为他有很多需要的东西，却买不起。你星期四穿什么？萨莉问。如果我能把它修补好，就穿我那件旧的白色连衣裙。不幸的是，前几天晚上被我撕破了。梅格说，她试图表现得很自然，尽管她感到非常不自在。你为什么不让你妈妈给你寄一件新的？萨莉建议道，她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。我没有别的了。梅格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，但是萨莉没有注意到。她惊讶但友好地说：“你就只有那一件？真奇怪。”他没有说完这句话，因为贝尔摇着头看着他，并且温柔地说：“我不觉得奇怪。如果他很少出门，为什么要有很多连衣裙呢？黛西，即使你再有6件，也没有必要让人把它们送来。我有一件蓝色的丝绸连衣裙，我穿着小了，我很想让你穿上它。你会帮我这个忙吗，亲爱的？你太好了，但是我不介意穿一件旧连衣裙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认为这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梅格说。不，拜托，我很想看到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很乐意帮助你，而且经过一些小小的修改，你会非常好看的。在我们完成之前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你。然后，我们将像灰姑娘和她的仙女教母一样进入舞会。贝尔用非常有说服力的语气说。梅格无法拒绝如此友善的提议。看看她是否真的能变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孩的愿望，使她决定接受，并且忘记了她以前对莫法特一家的不快。星期四下午，贝尔和他的女仆把梅格关在房间里，要把她打扮成一位真正的淑女。他们把她的头发烫卷，在她的脖子和手臂上铺了香粉，在她的嘴唇上涂了珊瑚红的唇膏，使它们看起来更红。霍滕斯本来还会加上一点点胭脂，但是梅格坚决拒绝了。他们把它塞进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里。这件连衣裙非常紧身，以至于她几乎无法呼吸，而且领口开得很低，以至于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脸红了。他们还借给她一套银手镯、项链、胸针和耳环。霍滕斯用几乎看不见的粉色丝线把它们系好。他们用一束玫瑰蓓蕾装饰她的胸前，肩部的一圈褶边让她对自己露出的雪白美丽的双肩感觉更自在些。一双蓝色的丝绸高跟短靴在她看来简直是梦想成真。一条蕾丝手帕、一把羽毛扇和一个带着银托的小花束，使这身装扮臻于完美。贝尔看着她，就像一个小女孩刚给她的娃娃穿好衣服一样，感到非常满意。小姐真是太迷人了，太漂亮了，不是吗？霍滕斯情不自禁地拍着手喊道。我们去让其他人看看你，贝尔建议说，然后把她带到朋友们等候的房间里。当梅格拖着长长的裙裾，耳环叮当作响，卷发飘动，心跳加速地跟在贝尔身后走出来时，她对自己说，她终于有机会好好玩一场了。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，她发现自己确实像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。她的朋友们也热情地重复着同样的赞美，而且有一瞬间，像预言中的寒鸦一样，她陶醉在借来的羽毛带来的光彩中，而其他人则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男，在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你教他怎么走路，这样他就不会被裙子和高跟鞋绊倒了。克拉拉，把你的银蝴蝶别针别在那条白色颈带上，再小心地把左边露出来的那绺卷发藏好，但是小心别破坏了我的杰作。贝尔吩咐道，然后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
对他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得意。我不敢下去。我觉得自己很奇怪，浑身僵硬，而且感觉自己几乎没穿衣服。当铃声响起，表明舞会开始，莫法特太太叫他们下去时，梅格向萨利承认道：“你看起来不像你了，但是你很漂亮。在你旁边，我简直黯然失色。贝尔的品味非常好，他给你穿了最新潮的衣服。我向你保证。”你看起来像个地道的法国女人，把花束拿得随意一点，别老盯着那些花，尽量别绊倒。萨莉说，她努力不因为梅格比她更漂亮而感到难过。玛格丽特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时刻记着朋友的警告，并且走进了客厅。莫法特一家和第一批客人正聚集在那里。他很快发现，漂亮的衣服有助于吸引某些人，并且赢得他们的尊重。几个以前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年轻女孩，突然对他表现出兴趣。一些在另一个聚会上只敢偷偷看他的年轻男人，则要求别人把他介绍给他们，并且不停地赞美他。几个坐在沙发上批评其他人的年长女士，也带着兴趣问他是谁。他听到莫法特太太回答其中一位，他是黛西·马奇，他的父亲是军队的上校，一个非常好的家庭。虽然他们现在家道中落了，你知道的。他们是劳伦斯家的好朋友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的儿子内德很喜欢她。哦，天哪！另一位女士惊呼道，她戴上眼镜，以便更好地打量梅格。梅格试图表现得很自然，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一样，尽管莫法特太太那些小小的谎言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一直感到很奇怪，但是她对自己说，她正在一部戏中扮演一个淑女的角色，并且成功地应付过去了。尽管连衣裙勒得她有些透不过气，裙裾也总是缠着她的脚，而且她害怕丢失或弄坏那些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的耳环。她正在扇着扇子，听着一个试图表现得很风趣的年轻人讲的无聊笑话。突然，她停止了欢笑，困惑地发现老李站在她面前。老李惊讶地看着她，带着不赞成的表情，或者至少他认为是这样。尽管这个年轻人鞠了一躬并且笑了，但是他坦率的目光中有些东西让他感到不舒服，并且希望自己穿的是那件旧连衣裙。当他看到贝尔向安妮示意，他们俩都盯着他们看时，他的困惑更加强烈了。尽管他很高兴见到老李，但是他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害羞和孩子气。他们真傻，他们想把什么愚蠢的想法灌输到我脑子里。我不会理会他们，也不会让他们改变我。梅格想，同时他穿过房间，和他的朋友握手。我很高兴你来了，我担心你不会来。他说，努力表现得像个大人。瞧，让我来看看你打扮的怎么样。我就来了。老李说，他没有看他，尽管他那种慈母般的语气让他笑了。那你要告诉他什么？梅格问，他很好奇，想知道他的意见，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和他说起话来有些不自在。我会告诉他，我简直认不出你了，你看起来那么成熟，那么不一样，我都有些怕你了。老李解释道，一边摆弄着他的手套。别傻了，是姑娘们为了好玩才把我打扮成这样的。我自己也挺喜欢的。你不觉得如果乔在这里，他一定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吗？梅格问道。他想知道他是否觉得她漂亮。是的，我想也是。老李用严肃的语气回答。你不喜欢吗？梅格问道。不喜欢。那个男孩坦率地说。
为什么不喜欢？他带着一丝焦虑问道。年轻人打量着他卷曲的头发、裸露的肩膀和华丽的连衣裙，脸上的表情比他的回答更让他沮丧。那回答中丝毫没有老李惯常的礼貌。我不喜欢这么多零零碎碎的装饰和羽毛。这话从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于是梅格没好气地说着走开了。你是我见过最没礼貌的男孩了。他非常生气，走到一扇窗边，让风吹凉他发烫的脸颊，那是被紧身连衣裙勒出来的。林肯市长从他身边经过，几秒钟后，梅格听到他对他的母亲说：“他们正在取笑那个小姑娘，我本想把她介绍给你，但是他们把她给毁了。今晚她看起来像个洋娃娃。”天啊！梅格叹了口气，暗自说道：“真希望我当初有足够的理智穿自己的衣服，那样就不会让任何人不舒服，我自己也不会觉得这么奇怪和难为情了。”他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半藏在窗帘后面待在那里。尽管他最喜欢的华尔兹舞曲正响着，他也毫不在意，直到他注意到有人走近，原来是老李。他看起来很后悔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伸出手，同时道歉说：“请原谅我的粗鲁，能赏光跳这支舞吗？”恐怕你会觉得我太令人讨厌了，梅格回答，试图表现出生气的样子，但没有成功。恰恰相反，我正盼着呢。来吧，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我不喜欢你的裙子，但是我觉得你真是太美了。他做了一个手势，好像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他的钦佩。梅格笑了，心软了下来，一边准备跳舞，一边小声说：“小心别踩到我的裙子，这裙子真是个累赘，穿上它是我这些年来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了。把它搭在脖子上，那样至少还有点用处。”老李提议道，看着那双蓝色的短靴，显然他很喜欢它们。他们开始轻盈而优雅地跳起舞来，因为他们在家练习了很多次，配合得非常默契。看着他们快乐地旋转，在小小的争吵之后，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，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老李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梅格问道。他的舞伴正给他扇风，因为他很快就喘不过气来了。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。当然，老李热情地喊道。请你回家后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的裙子。我的姐妹们不会理解的，妈妈也可能会担心。那你为什么这样打扮呢？老李似乎用眼神这样问道，目光如此清晰，以至于梅格赶紧补充说：“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妈妈，向她解释我有多傻。我宁愿自己说，所以，请你什么也别说，可以吗？”我什么也不会说，我保证。但是当他们问起你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就说我看起来很漂亮，玩得很开心。第一点，我会由衷地说的，但是第二点呢？你看起来并不开心，我说错了吗？老李看他的方式，让梅格小声回答道：“不，现在不了。别以为我很坏，我只是想找点乐子。但是现在我明白这一切都不值得，而且我有点厌倦了。”看，内德·莫法特朝这边走过来了。他想干什么？老李问道。他那深色的眉毛皱了起来，好像不喜欢那个年轻人。我答应了他3支舞，我想他是来要的。真讨厌，梅格说，带着一种慵懒的神情，让老李觉得很有趣。
直到晚餐时间，他才再次和他说话。那时，他发现他正和内德以及他的朋友费希尔一起喝香槟。老李觉得那两个人像一对傻瓜一样行事，他觉得自己有兄长般的责任来保护马奇家的姑娘们，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随时出手相助。如果你喝太多，明天会头痛的。别再喝了，梅格，你知道你妈妈不会喜欢的。他趁内德走开去拿另一杯酒，费希尔弯腰去捡扇子的时候，凑到梅格坐的椅子旁小声说：今晚我不是梅格，而是一个举止像傻瓜的洋娃娃。明天我会告别这些首饰和羽毛，重新做一个无可救药的好姑娘。她咯咯地笑着回答。真希望明天已经到了。老李低声说，然后非常不悦地走开了，因为那年轻姑娘态度的转变让他很失望。梅格像其他女孩一样跳舞、调情、聊天、欢笑。晚餐后，她想跳一支德国风格的舞，结果却非常笨拙，被自己的长裙绊倒，差点把舞伴也带倒，然后又跳得过火，让一直留意她的老李都感到吃惊。他暗自觉得这个姑娘该受点教训了。然而，他没有机会教训她，因为梅格一直和他保持距离，直到告别的时候。记住你的承诺，他说，尽管头开始痛了，还是努力想微笑。死也不说 ，Silence jusqu'à la mort， 老李回答，做了一个夸张的戏剧性手势。这段简短的对话激起了安妮的好奇心，但是梅格太累了，无心闲聊，便上床睡觉了。她感觉自己像是参加了一场化妆舞会，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玩得尽兴。第二天，她感到身体不适，星期六就回家了。15天的玩乐让她精疲力尽，她觉得这段时间已经受够了奢华的生活，能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不用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真是太舒服了。我们的家虽然简陋，但真是太棒了。星期天下午，梅格和他母亲还有乔坐在一起，安详地打量着房间，这样说道：听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担心你看过那么多奢华之后，会觉得家里太冷清、太贫寒了。母亲说，她一整天都在不安地观察着女儿，因为母亲总是最先注意到孩子们可能发生的变化。梅格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她的奇遇，不停地说她玩得很开心，然而似乎有什么事让她情绪低落。当小妹妹们上床睡觉后，她坐在壁炉旁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炉火，一言不发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9点钟声敲响，乔提议上床睡觉时，梅格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坐在贝斯的小凳子上，把胳膊肘支在母亲的膝盖上，果断地说：妈妈，我要坦白一件事。我就知道。是什么事，亲爱的？要我走开吗？乔问道，想表现得识趣些。不，当然不用，我不是什么事都告诉你吗？我不想当着小妹妹们的面说，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们我在莫法特家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听着呢，马奇太太微笑着说，但心里有些担忧。我告诉过你们，他们把我打扮成他们喜欢的样子，但我没说他们给我擦粉，给我穿紧身胸衣，给我烫头发，把我弄得像个时装模特。老李不喜欢那样，我知道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有个男人还叫我洋娃娃。我知道那样不对，但大家都称赞我，说我漂亮极了，还说了些不值一提的蠢话，所以我就任由他们把我弄得那么可笑。就这些吗？乔问道。而马奇太太则默默地看着女儿沮丧的脸，
不忍心为他的傻气责备他。并我还喝了香槟，跳了很疯的舞，还和人调情，举止很糟糕。梅格用指责的语气补充道。我猜还有别的事，马奇太太说着，抚摸着他的脸颊。梅格脸红了，立刻说道。是的，还有，是件傻事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因为我讨厌别人那样议论老李和我们。接着，他讲述了在莫法特家听到的那些闲言碎语。乔注意到，母亲听着的时候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好像非常反感有人把那样的想法灌输给他天真的女儿。天啊，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！乔愤怒地喊道。你为什么不立刻跳出来反驳他们？我做不到，那太尴尬了。一开始，我忍不住听到了他们的话，后来，我又气又羞，根本没想到要走开。等我见到安妮·莫法特再说，我会让你看看怎么制止那些可笑的流言蜚语。这么说，他们认为我们有预谋，对老李好，是因为他有钱，可能会娶我们中的一个。等我把那些傻瓜说我们的话告诉老李，他一定会笑死的。乔大笑起来，好像仔细想想，这一切都是个非常有趣的笑话。你要是告诉老李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妈妈，他绝对不能那样做，对不对？梅格显然很激动地说。当然不行，永远不要重复那种愚蠢的评论，尽快把这件事忘了。马奇太太非常严肃地说。我不该让你去那些我不太了解的人家里，这不太明智。他们肯定很友善，但是据我所见，他们矫揉造作，没有教养，对年轻人抱着各种庸俗的想法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，梅格，我对这次拜访可能给你造成的伤害感到多么抱歉。别难过，妈妈，我不会让这件事影响我的。我会忘记不好的，记住好的。事实上，我确实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。我感谢你让我去。我不会变得忧郁，也不会表现出不满，妈妈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傻姑娘，我会待在你身边，直到我能照顾好自己。不过，被人称赞和仰慕确实很愉快。如果我说不是这样，那就是撒谎。梅格说道。他为自己的话感到有些羞愧。这很自然，也完全无害，只要你不让这种喜好变成一种必须，以至于做出傻事和有失淑女风范的行为。要学会辨别和珍惜你应得的赞扬，梅格。要通过谦逊和美丽来赢得有价值的人的钦佩。玛格丽特陷入沉思，而乔则站在一旁，双手背在身后，饶有兴趣又有些困惑地看着他。看到梅格脸红，并热情地谈论追求者和这类事情，真是件新鲜事。乔觉得，在这15天里，他的姐姐长大了，远离了他的世界，进入了另一个他无法陪伴的世界。妈妈，你对我们有什么计划吗？就像莫法特太太说的那样。梅格害羞地问道。是的，亲爱的，我有很多计划，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，但我恐怕他们和莫法特太太想的不一样。我会告诉你一些，因为我觉得是时候让你那浪漫的小脑袋和心灵里多一点理智了。你还年轻，梅格，但也不至于不明白我要对你说的话。我想这是一位年轻女士应该和她母亲进行的谈话。很快就轮到你了，乔，所以听听我的计划，如果你们觉得合适，就帮我实现它们。乔坐在扶手椅的扶手上，摆出一副受邀参加庄严仪式的人的模样。马奇太太一手拉着一个女儿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庞，然后开口说话，语气既严肃又充满感情。
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、善良、有教养，受人钦佩、赏识和尊重。我希望她们拥有幸福的青春，嫁给一个好男人，过着有用而快乐的生活。愿上帝让她们免于悲伤和忧虑。一个女人能遇到的最好的事，就是找到一个爱她、选择她的好男人。我相信我的女儿们会认识到这种幸福。梅格，你考虑这些是很正常的，你有权利怀抱希望和愿望，但你必须为此做好准备，以便当那个幸运的时刻到来时，你知道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并享受这段经历。亲爱的女儿们，我对你们抱有远大的计划，但这与你们是否能获得显赫的地位，或仅仅因为一个男人有钱、有豪宅而嫁给他无关。尤其是如果那座房子里缺少爱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家。金钱是必要而宝贵的财富，如果使用得当，它会变得高尚。但我不想让你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，或者是你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我宁愿看到你们成为贫穷但幸福的男人的妻子，被爱着，感到满足，也不愿看到你们成为坐在王位上的女王，却缺少尊重与安宁。贝尔说，穷苦人家的姑娘，要是自己不设法引人注目，就没机会找到好丈夫。梅格叹了口气说，那我们就都当老姑娘好了。乔断然说道。说得好，乔，宁愿做一个快乐的老姑娘，也不要做一个不幸的妻子，或者一个急于找丈夫的不知羞耻的年轻女子。马奇太太果断地说。梅格，别担心，贫穷很少会赶走真爱。我认识的一些最尊贵的女士，曾经也是贫穷的姑娘，但她们如此值得被爱，以至于生活不忍让她们独身。给时间一点时间，努力把这里变成一个幸福的家。这样，当那一刻到来时，你们就能为建立自己的家做好准备。如果那一刻没有到来，你们在这所房子里也会感到自在。记住，我的女儿们，你们的母亲永远愿意倾听你们的秘密。你们的父亲是你们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俩都相信并希望我们的女儿们，无论已婚还是未婚，都会让我们感到骄傲。我们会做到的，妈妈，我们会的，姐妹俩由衷地喊道。随后母亲向她们道了晚安。